听到海伦娜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心中所想，霍华德稍稍迟疑片刻，便也不再隐藏，恭敬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实不相瞒，在下一把年纪了，之所以还这么拼，亲自来北欧盯紧整个 AI 模型的交付工作，就是因为在下确实非常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得到那半颗神奇丹药。”说着，他微微一顿，继续道：“现如今 AI 模型已经完成了交付，而且这套 AI 模型使用了英伟达最新最好的芯片，比起硅谷的那套还要强出不少。就拿那天演示的视频处理来说，跟网上盛传的那些 AI 处理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网上那些 AI 视频虽然看起来也很逼真，但就像电影特效一样，仔细看就能看出很多破绽。可是这套 AI 模型处理出来的视频，简直就和真的没什么两样。我感觉只要处理的内容别太离谱，别太违和，就算是拿给专业人士分析，他们也分析不出问题。”海伦娜轻轻点了点头。霍华德说的也并没有错，网上有很多可以处理视频的 AI 模型，但那些 AI 大都只是娱乐性质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真实度不够的缺陷。但是硅谷这套 AI 模型处理渲染的视频确实了得，是绝对能够瞒天过海的极高水准。如果以此来作为霍华德这次任务完成度的考核标准，那肯定算得上是圆满完成的。于是海伦娜也不绕弯子，直接从口袋里取出一副一次性手套，又将叶晨刚刚给自己的那颗散血救心丹拿出来，对霍华德说道：“霍华德先生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丹药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你现在可以以50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它的1/2。”霍华德看到丹药，顿时变得更加激动，连声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请放心，钱一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支付给您。只是不知道您这次的收款信息和之前有没有什么出入？”海伦娜微笑道：“没有任何出入，你就按照上一次的账户信息付款吧。款到了之后，我自会将丹药给你。”霍华德格外兴奋，连忙说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女皇陛下，请稍等，我现在就通知我的首席财务官，让他立刻完成支付。”说着，霍华德赶紧掏出手机，用最快的速度打出一个电话。电话一通，他便迫不及待地吩咐对方，立刻把那500亿美元支付到北欧皇室之前的账户里，越快越好。对方在美国一直24小时待命，就等着霍华德的付款命令。眼下命令完了，自然是不敢有半分懈怠，赶紧开始启动汇款流程。毕竟是霍华德早就交代好的事情，重大事项特事特办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立刻完成支付。很快，海伦娜便收到了现金到账的提示。500亿美元确实是一笔巨款，对很多顶尖的企业和家族来说，想拿出这么多现金，恐怕是要变卖家产才能实现的。但是对罗斯切尔德家族来说，500亿美元十分轻松，即便是一口气支付了如此巨额的现金，对他们也没有任何负面影响，无非就是账户里的存款少了一些数字罢了。既然收到了款，海伦娜也没等霍华德催促自己，便立刻掏出一把拇指般长短的折叠小刀，仔细找到这颗丹药的居中位置，将其切开，一分为2。随后，海伦娜指着桌面上2颗看起来差不多体积的丹药，对霍华德说道：“霍华德先生，你随便选一份吧。”霍华德闻言大喜，说道：“谢谢女皇陛下，那我就感受一下，看看选哪个更合适。”说罢，他便要上前掂量一下2份丹药谁多谁少。海伦娜拦住他，拿出一副一次性手套递到他面前，微笑道：“霍华德先生，毕竟是要入口的东西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卫生。”霍华德赶紧接过手套戴上，然后仔细将2份丹药分别放在2只手的手心。一颗丹药一共也不过几克重量而已，半颗的重量就更加的微乎其微。而且海伦娜切的已经算是非常居中，所以2者之间的重量差距就更加难以估量。想知道他们俩究竟谁轻谁重，恐怕就只能用天平这种高精度的设备了。霍华德掂量半天，也确实根本就感觉不出2颗丹药的差距，不禁懊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在下就拿一个小天平过来了。”
海伦娜微笑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这2份丹药再差也差不了多少的，不用这么较真。”霍华德不禁感慨：“女皇陛下，这颗丹药约莫10克左右，一半差不多也就5克重量，而它的售价是500亿美金，也就是每1克的价格都价值100亿美金。这可能是世界上已知最贵的物质了。哪怕两者只是偏差了0.1克，那也是足足10亿美金啊。”海伦娜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不过人有的时候也不能处处算计，有些时候就是要放手一搏。实不相瞒，就在不久之前，一位我非常崇拜的人告诉我，一定要果断和坚决，与其在这里犹豫不决，举棋不定，患得患失，不如就干脆一点迈出这一步，落子无悔。”霍华德叹了口气：“女皇陛下说的很有道理，是在下过于纠结了。”说罢，他将左手那半颗丹药放下，举着右手那半颗说道：“我就选这半颗吧。”海伦娜问他：“确定吗？如果确定，就不能再反悔了。”“确定，确定，非常确定。”霍华德心里也很清楚，自己在这纠结没有任何意义。2份丹药的重量差距，可能真的只有0.1克，甚至更少。眼下是不可能找到专业设备来判别出究竟孰重孰轻的。自己与其在这里磨磨唧唧，犹豫不定，让海伦娜一个年轻女孩看笑话，还不如果断一点。海伦娜点头说道：“既然这样的话，那罗斯柴尔德先生就可以把你选择的那半颗丹药服下了。”霍华德下意识就想把丹药送进嘴里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儿子史蒂夫就在不远的宴会厅里等着自己，如果自己服下这颗丹药，容光焕发，出去之后一定会被他看出端倪。他虽然已经很听话，也很懂事了，但自己也不应该过于刺激他，不然本来他没有造反的心，自己总是不断变得年轻，变得状态更好，反倒有可能刺激到他，逼着他造反。于是他便将要小心地贴身收藏，然后对海伦娜说道：“回女皇陛下，这份丹药我打算先留着，等回美国之后再服用。”海伦娜也猜出了他的心中所想，微微笑道：“我们的交易已经完成，东西现在是你的了，你有100%的自主决定权。”说罢，他便伸出手去，将另外那半颗丹药拿了回来。霍华德眼见他把那半颗丹药拿走，心跳瞬间加速，赶忙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在下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女皇陛下能否答应？”此时的霍华德心里想的是，这丹药明摆着还剩半颗，自己能不能跟海伦娜说说好话，出钱把另外这半颗也买下来？500亿美元，甚至再贵一些也不要紧，反正自己赚的钱已经足够多了，现在是时候拿钱来为自己买个长命了。海伦娜听他开口恳求，便猜出他要说什么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有什么想法就直说，我会酌情考虑的。”说完，他便非常随意地将那半颗丹药拿到跟前，在霍华德的注视下，像随口吃一块巧克力那样，直接将丹药放入口中。霍华德脑子里还在组织语言，想着怎么跟海伦娜开口，紧接着便看到了他小脑萎缩的一幕。海伦娜竟然没等自己把话说出口，就直接把自己梦寐以求的那半颗丹药给吃了。